各位觀眾好，上一集我們講到吳東升在哈爾濱雪夜離奇身亡，一個畢業於蘇聯伏龍芝新式學院，擁有蘇軍少校身份，又被蘇聯方面高度重視的人物，竟然在距離駐地不遠的街道上被2名蘇軍士兵開槍打死。更令人疑惑的是，與他同行的警衛員竟然成為唯一的生還者。表面上，這似乎只是一場混亂時期的偶發搶劫，但如果把吳東升的身份、他死前參加的會議，以及隨後蘇聯對中共東北局態度的變化放在一起觀察，這件事就不再像普通刑事案件那麼簡單了。今天我們要繼續追問，吳東升為什麼必須在那個時間消失？他的死亡打亂了誰的計劃？而他死後，蘇聯又把目光轉向了誰？這不是一樁故意的暗殺一案，這場鬥爭背後交織着蘇聯、中共、國民黨三方對滿洲的爭奪，也交織着共產國際體系內部的權力衝突、利益交換和秘密清除。它最終影響的可能不僅是滿洲東北戰局，也包括戰後東亞的政治結構。蘇聯為什麼不可能輕易放棄滿洲呢？二戰結束後，蘇聯在朝鮮扶植金日成，建立了一個穩定的親蘇政權。那麼，一個自然的問題就出現了：既然蘇聯能夠在朝鮮選擇培養政治代理人，他為什麼會對戰略價值更高的滿洲毫無安排？滿洲當時包括東北、熱河以及內蒙古東北部部分地區，總面積約13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佔中國的1/9。這裡擁有全國最集中的鋼鐵、煤炭、電力、鐵路和糧食生產能力，是當時東亞少有的完整的工業區。數據顯示，當時滿洲鋼廠量佔全中國的90%以上，工業產量約佔全中國的80%。鐵路總長約11400公里，佔全國鐵路的大半部分。煤、鐵、大豆、糧食和電力資源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車輛有5.5萬輛，鐵儲量58億多噸，煤為190億噸，水泥、電制銅、鋁、綁定這些工業都佔據了全中國1半的產量。當時因為德國和日本戰敗，滿洲國的工業已經躍居世界第4，國民收入也超越了日本，成為亞洲第1。即使後來大量工業設備被蘇軍參運，這片土地的工業基礎和戰略位置依然無法取代。蔣介石曾把國民黨的命運與東北聯繫在一起。蔣介石說，國民黨的命運在東北，蓋東北之礦產、鐵路、牧產均甲冠全國，如東北為中國共產黨所有，則華北亦不保。毛澤東在中共第7大上也提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國共兩黨都很清楚，誰掌握了東北滿洲，誰就可能掌握未來中國的主動權。但對斯大林而言，滿洲的意義更加直接，這裡連接西伯利亞、蒙古、朝鮮和中國內地，擁有旅順、大連和中東鐵路等戰略支點。蘇聯出兵東北，不可能只為了結束對日戰爭，
更要恢復沙俄時代在遠東失去的利益。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大批蘇軍進入滿洲。蘇聯斯大林方面早就預謀好了要借出兵東北對日作戰之機，實現自己的利益。他們主要有2點：一，將外蒙古從中國版圖中獨立出來，成為蘇聯的戰略緩衝地帶；第二，恢復沙俄帝國時代在中國東北滿洲的權利，也就是控制大連、旅順港的海軍基地及東北鐵路的管理權。蘇軍實際控制城市、港口、鐵路和軍工設施，但他又需要中國人維持地方行政。於是，中共部隊以東北人民自治軍的名義迅速進入。蘇軍的默許並不是出於一番好意，其目的是在向蔣介石施壓，迫使其同意實現自己利益的2個條件。蔣介石最終答應了這2個條件，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換來了蘇聯在國共2方面之間的中立態度。而此時，中共方面已經取得了先機，佔領了山海關，阻斷了國民黨進入滿洲東北的陸路交通，並在滿洲東北迅速發展其勢力範圍。國民黨陷入了被動的局面，只得尋找外交途徑以解決問題，同時也加速了蔣介石同意斯大林的不公平條件。當時中共的目標也很明確，這就是獨占東北。當時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毛澤東提出關上東北的大門，海上守住安東、營口，陸上守住山海關、錦州，不讓國民黨進入瀋陽。即使不能達成此目標，也可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迫使蔣介石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根據當時的形勢來看，說東北滿洲這塊肥肉已經燉在中共鍋裡，也不為過。根據中共黨史文件，彭真和劉少奇提出了佔領滿洲、建都長春的設想。然而，中共的先機並不等於最終勝利。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滿洲，而從軍事力量上看，中共處於明顯弱勢。要極力避免戰爭，所以中共的政策從獨占改為平分。當時在中共東北局內部出現了很多分歧。彭真主張佔領大城市，以利將來的談判達到和平，而林彪則主張建立根據地，做長期戰爭的準備。2人分歧嚴重，內部的衝突不可避免。11月24日，中央通知東北軍，國民黨可能派兵襲擊瀋陽，我軍準備在瀋陽與敵人展開巷戰。得到通知後，中共東北局給每個幹部都發了槍和手榴彈，做好在瀋陽打大仗的準備。根據中共建國中將蘇靜回憶，剛進東北混亂到了什麼程度，說了都讓人不敢相信。中共白天打仗，晚上也睡不成覺。林彪親自帶李作鹏和一個小分隊去打土匪，初來乍到，敵情也不了解，偵察員出去活動不了，在高橋打了一個小仗，抓了幾個俘虜，一問才知道敵人跑到我們前面去了。當地老百姓歡迎國民黨，要下我們偵察員的槍。打上一個小仗，一個團要留下一個營台商號，這怎麼可能有戰鬥力？而杜聿明連林彪和江榮輝通的一次電話內容都搞得清清楚楚，那時才深切體會到，沒有根據地，不要說打仗，連腳都站不住。蘇聯是否知道滿洲的情況？當然是十分清楚。既然中共有可能失敗，那麼允許國民黨接收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國民黨明顯偏向美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個親蘇的獨立的滿洲國政權。隨着蔣介石接受蘇聯提出的條件，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國民黨軍隊開始快速向東北推進，美國的立場也逐漸明朗。斯大林必須重新計算，如果公開把滿洲交給中共，可能引發與國民政府及美國的直接衝突。如果完全交給國民黨，蘇聯又會失去已經到手的滿洲戰略利益。於是，蘇共提出一個常被忽略的戰略計劃。蘇聯考慮在滿洲建立一個既不完全屬於國民黨，也不完全受中共中央控制的親蘇政權。它可以保持形式上的地方獨立，又能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服從莫斯科。如果要實現這個戰略設想，那麼蘇聯就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中國人，他要熟悉滿洲，擁有軍事資歷，與蘇聯關係密切，同時又不能完全受中共中央控制。蘇聯最早看中的人正是吳東升。吳東升並不是普通的抗聯幹部，早在抗戰初期，他已經擔任八路軍，後來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並以蘇軍軍官身份回到滿洲。無論從資歷、軍事教育還是蘇聯背景來看，他都遠高於一般地方幹部。但在中共東北局的安排中，吳東升只被任命為松江軍區司令員，而且不進入東北局核心領導層。對中共中央而言，這可能是一項組織任命，但對一個被蘇聯方面賦予特殊任務的人來說，這意味着他必須接受彭真、陳雲等人的直接指揮。根據中共保密文件和蘇共解密文件記載，吳東升在死前與彭真、陳雲開會，討論東北未來的權力安排，雙方發生了嚴重衝突。問題的關鍵不只是一個職位的高低，而是誰有權代表蘇聯，誰有權指揮滿洲地區的武裝和政治組織。大家要知道，吳東升當時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遠高於後來的空軍司令劉亞樓上將。如果吳東升接受了東北局的安排，他就只是中共體系內的一名軍分區司令員。如果他拒絕，他就可能成為蘇聯插入東北局的一個獨立棋子。對中共而言，這種人物既難控制，也可能改變整個東北滿洲戰略。然而，會議結束，吳東升在陳雲警衛員陪同下外出取行李。600米的距離，凌晨的哈爾濱剛剛下過大雪。隨後槍聲響起，吳東升死亡，警衛員逃回報信，2名兇手消失了。這裡有幾個至今難以回避的疑點：為什麼取行李需要吳東升親自前往？為什麼由陳雲的警衛員陪同？為什麼不是派幾個士兵去取行李？為什麼唯一的目擊者恰好也是東北局陳雲的警衛員？更重要的是，關於警衛員跳河逃生的說法，在哈爾濱11月嚴寒的冰面結冰1米的環境下，是否符合常識？這些疑點本身不能自動證明誰是兇手，但它們足以說明，把吳東升之死簡單歸結為蘇軍士兵搶劫，並不能解釋全部的矛盾。另一個問題是，誰從吳東升之死中獲利了？判斷一場政治暗殺，不能只看誰開槍，還要看誰因此獲利。吳東升一旦成為滿洲親蘇政權的核心人物，中共就可能失去對東北滿洲的獨佔權。
沒有滿洲的工業、糧食和鐵路，中共仍將被限制在內地相對貧瘠的根據地，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與國民黨競爭。中國的內戰走向甚至可能因此完全不同。而吳東升突然死亡，最大的直接結果是蘇聯原先可能存在的人選被清除，中共東北局內部少了一名難以控制的親蘇人物。此時此刻，我們需要進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在陳雲身上。陈雲早年參與中共地下工作，對秘密組織、保衛體系和政治清洗並不陌生。大家不要忘記，陳雲是何人？他是早年共產國際培養出來的特工冷血殺手，是原來中共周恩來領導的上海暗殺組織紅隊的負責人之一。為了中共的整體利益，盡快鏟除殺死吳東升，就是必須要做出的必要選擇。所以陳雲警衛員陪同保護吳東升，為陳雲取行李一個很好的借口。因此，吳東升之死是否並非偶發的搶劫，而是一場經過設計的內部清除。必須強調，這是一種根據人物關係、利益變化和敘事矛盾做出的推論。現有材料是否足以形成最後定論，仍需要更多的原始檔案。但從政治邏輯上看，吳東升的死亡確實消除了中共在東北滿洲權力整合中的一個重大障礙。另外一個問題是，蘇聯為什麼突然與中共翻臉？吳東升死後，蘇軍對中共東北局和中共軍隊的態度是迅速惡化。這種變化不是偶然，而是因為蘇聯認定自己在滿洲安排的關鍵人物被中共方面清除了。如果蘇聯確實準備過一個獨立的親蘇的滿洲方案，那麼吳東升的死亡就不僅是一個幹部的死亡，而是莫斯科整個計劃遭到了破壞。蘇聯當然會憤怒，甚至要求中共軍隊退出滿洲重要城市。憤怒不能替代國家利益，斯大林不可能因為第一人選死亡就放棄滿洲，因此蘇聯必須重新尋找一個能夠承受同樣角色的人，這就是大家疑問的所在。周保中是抗聯第一領袖，為什麼蘇聯選擇的不是周保中？在所有留蘇抗聯幹部中，周保中的資歷和威望都非常突出。他擔任過蘇聯遠東方面軍獨立第88旅旅長，在抗聯內部擁有廣泛的影響。表面上看，他似乎應當成為最合適的人選，但問題恰恰在於，周保中並不是一個完全服從蘇共的人。在88旅期間，他多次要求更大的獨立性，希望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繫，並不願意長期成為蘇聯遠東機構控制下的地方軍官。對莫斯科而言，一個有威望但不完全服從的領導人，未必比一個能力稍弱卻高度依賴蘇聯的人更安全。周保中可以做軍事領袖，但不一定適合成為滿洲的金日成。於是第二個人選逐漸浮出水面，李兆麟成為了蘇共滿洲金日成的第二人選。李兆麟曾任中共北滿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和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總指揮，在抗聯中擁有重要的地位。在蘇聯第88旅中，他擔任少校政治副旅長，相當於負責政治監督的職務。與周保中相比，他與蘇聯政治體系的聯繫更加直接。更重要的是，
李兆林是土生土長的滿洲人，他不是從中国內地調入東北的幹部，而是在這片土地上成長、戰鬥並建立聲望的人。對於任何試圖號召滿洲地方力量的政權來說，這種身份都具有特殊價值。吳東升有蘇聯軍事背景，卻缺少地方群眾基礎；周保中有威望，卻不夠服從蘇共。李兆林則同時擁有抗聯的聲望、滿洲本地身份和蘇聯可以信任的政治經歷。蘇軍進入滿洲之後，李兆林出任濱江省政府副主席。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東北局北滿分局成立，李兆林任常委。1945年11月22日，按中蘇兩國條約，中共退出哈爾濱市。12月下旬，國民政府接收哈爾濱市和濱江省政府後，李兆林即辭去濱江省副主席的職務，以公開的蘇共兼中共黨員身份出任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毫無疑問，這個中蘇友好協會就是蘇共留在當地的最高權力指揮機關。國民黨杜聿明率軍進入滿洲。11月25日，林彪便2次建議中共東北局和自治軍總部轉移到海龍，部隊絕大部分離開城市，以延吉、臨江、通化為中心建立根據地。因為這些地方臨近北韓，中共可以隨時戰敗後退入北韓休養。此時，彭真堅持要留在瀋陽做戰鬥準備，林彪就火了。他說：“誰想占瀋陽，誰占，我可是要把部隊撤走了。”接下來，林彪便指揮部隊先後撤出了绥中、興城、錦西等地。在這個時刻，黨指揮槍不靈了。隨着時局的變化，彭真作為東北局領導的優勢越來越弱，而彭真又作為一把手，與林彪的衝突很快便公開化了。就在林彪撤離瀋陽的當天，蘇軍就將中長鐵路及沿線城市全部移交給了國民黨軍隊。11月26日，中共全部控制東北的條件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11月28日，中共中央總算表態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但此時彭真並未放棄奪取大城市的想法。12月5日，彭真還致電中共中央並林彪，要集中主力與敵人爭奪瀋陽、長春。中共東北局的高崗、陳雲等都否定了彭真的意見。隨後，毛澤東指示說，讓開大路，佔領兩鄉，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正當林彪準備把部隊分散時，中共中央根據當時與國民黨談判的結果，又要求林彪主動出擊。面對如此變化，林彪疑惑，他表示了懷疑。他電詢中央，國內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果完全可靠，則我在東北應該集中力量做最後一戰；如果不可靠，則仍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明年之進攻。叛復。中共中央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對彭真來說是完全符合他的思路，可謂正中下懷。林彪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準備部署戰鬥，剛剛才與國民黨交上火，事態又發生了極大的轉變。1946年1月12日，中央急令林彪停火，因為國共雙方達成了一致，要執行雙十協定的停戰協議。林彪也被弄得蒙圈了，一會兒走，一會兒不走，一會兒打，一會兒又不打，
林彪陷入了非常被動的局面。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這顯示了中共願意與國民黨共管東北的誠意。中共希望與國民黨平分東北。當時彭真認為東北形勢是我方佔優，而林彪堅持認為局勢極為不利，雙方爭論激烈，兩人開會不歡而散。隨後矛盾進一步加深，彭真向中央提出要換掉軍事幹部，其實就是要換掉林彪。而林彪也致電中央軍委說，彭真等人盲目樂觀，要求換掉彭真。而此時的中共中央對東北的判斷是會走向和平，所以贊同了彭真的思路，也就是要以戰爭換和平，消滅四平以北各大城市顽軍，並佔領上述各大城市，迫使國民黨與我談判，必要時再讓出一部分給國民黨，以換得和平。林彪雖然反對，但不得不服從。四平是戰略重鎮，讓林彪死守四平，挫敵銳氣，爭取戰局好轉。由於雙方實力懸殊，四平其實從一開始便不可能守得住。林彪決定撤退，並先斬後奏，一邊撤一邊才向中共中央報告。而在此時，一個中共不願承認的戰績讓蘇聯政府和蘇共非常警覺，這就是杜聿明用4萬兵力3天時間摧毀了12萬兵力的林彪部隊。中共東北3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中有這樣一個統計，林彪的11萬部隊是地方部隊和主力部隊的總數。雖然到東北後，我黨也很快發展了一些新部隊，但這些在東北新成立的10多個旅成分皆極壞，皆缺乏政治認識，流氓、土匪、憲兵、關東軍、滿洲國軍戰術甚多，真正的工農成分為數甚少，且已被帶壞。而所見之李運昌部3個旅則全無戰鬥力，對群眾紀律極壞，不但不能發動群眾，反而造成群眾對我之不滿；不但不能消滅敵人，反而助長敵人之氣焰；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僅10天左右，先後叛變者有吉林12000人、合江5000人、隴江3000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萬人、遼北3000人、嫩江3000人。李運昌部亦叛變不少，先後叛變共約4萬餘人。這些叛變的部隊還帶走了大量日軍留下的武器。如果你站在蘇聯方面看待這些事實，你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呢？正是因為國共兩黨的爭奪，才讓蘇共確認必須要在滿洲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而不是依賴中共。而這時，李兆麟的重要性就日益突出。從這個角度上看，李兆麟幾乎是吳東升之後最合適的替代者，但這也意味着他開始進入了另一個危險名單。與吳東升不同，李兆麟在東北擁有更深的組織關係和社會影響，要公開處理他風險太大，要制造普通搶劫也難以讓人相信。於是一場更複雜、更隱蔽，也更容易被包裝成私人糾紛的謀殺開始醞釀了。這一次，沒有血液街頭的2名蘇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女人、金錢、秘密接觸和一場被刻意制造出來的桃色事件。李兆麟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進了這個陷阱？是誰負責接近他？誰提供情報？
誰又在他死後迅速控制輿論，把政治謀殺改寫成私人恩怨？更關鍵的是，中共、蘇聯和國民黨為什麼對同一案件留下了完全不同的敘述？這些相互矛盾的版本，究竟是在解釋真相，還是在共同掩蓋真相？各位觀眾，吳東升的血液死亡只是第一幕，李兆麟的桃色謀殺案才是這場滿洲權力暗戰中更加危險、更加詭異的一幕。下一集，我們將進入李兆麟遇害案的現場，追蹤那名神秘女子、秘密聯絡人和隱藏在案件背後的政治力量。究竟是誰殺死了李兆麟？他真的是死於情感糾紛，還是因為即將成為蘇聯扶持的滿洲政治領袖？請大家點讚、訂閱，並把這段長期被忽略的歷史轉發給更多朋友。下一期節目，我們繼續追查。